2024年初啊，加拿大的移民在短时间之内风云骤变，移民难度呢瞬间加大。目前的加拿大移民难度啊，可以用近乎苛刻来形容。很多移民项目被砍或者暂停，那么现存的移民项目呢，它的分数也高出天际。而留学的人数呢，则要减少35%，临时居民呢也要减少20%。风向啊，一下子就变了。很多准备申请移民留学，甚至已经在申请过程当中的人呢，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目前的移民难度有多大呢？我简单跟大家盘点一下。首先是加拿大的旗舰移民项目，联邦技术移民和经验移民。那么目前的分数呢，是在520分左右徘徊。而一个加拿大本地毕业的硕士留学生，在所有条件都近乎满分的情况下，分数才只有513。而如果是本科呢，专科学历，那就更没有可能了。本地留学生尚且如此啊，您就想国外的这些海外技术移民，那它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再来看省提名移民 ，BC 省提名的技术移民邀请分数呢，已经飙升到125分，而去年同期呢，这个分数还只有100分左右。而技术类紧缺职业的分数呢，则涨到了114分，而去年同期才只有85分。那么曾经占有极大优势的幼教专业呢，分数也从去年的60分涨到了现在的85分。而且更有甚者呢，在2024年的3月19日 ，BC 省政府呢更是宣布该省的硕博留学类移民项目呢暂停。曾经呢，这是加拿大条件最好的留学生移民通道，那么直到今天也宣告结束了。而加拿大省提名的第一大省安省呢，情况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所谓安省邀请人数最多的呢是硕士留学生移民项目，它的分数呢现在已经飙升到了52分，这就使得非理工专业或者大多伦多地区之内的学生呢，几乎是没有可能达到分数线的。而其他的技术移民呢，也只限于科技类或者建筑类的职业，普通类的职业呢，几乎是跟安省无缘了。另外呢，作为全加拿大近几年啊最受瞩目的阿尔伯塔省，在最近1年中呢，它吸引了超过10万的工签持有者来到这个省工作。那么大家呢都是奔着阿省条件优厚的叫 AOS 移民项目去的。但是在2024年2月15日，该省呢宣告无限期暂停该项目，那么数以10万计的申请者陷入了无限期的等待。曾经移民最容易的萨省啊，最近也开始严格限制它的 JAL 雇主担保资格，那么新申请呢几乎是无人获批。而曼省的审批呢，则陷入了无限期的等待。2024年伊始啊，已经爆发了几次大规模的申请人的游行。大西洋4省的情况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对雇主和申请人的审核也越发的严格。那么这些呢，还只是移民的申请，涉及到留学生政策的形势更是急转直下。2024年1月22日，加拿大联邦移民部更是宣布呢，在2024年将减少35%的留学生，并对私立学院进行严厉的打击。紧接着呢 ，BC 省、安省、阿省、NS 省等留学大省也纷纷出台严格限制留学生的一些细则。那么在这些省份中呢，2024年的新留学生人数将减少50%以上。3月21日，移民部长又一次宣布，将在未来的3年之内减少50万的临时居民。一时间啊，移民圈与留学圈哀鸿遍野。原本是一个全球最开放包容的国家，现在为什么一下子就不欢迎移民了？原本那么鼓励留学来加拿大，更是欢迎留学生移民，那么现在为什么一下子就关上了大门？加拿大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加拿大的移民形势急转直下？今天大伟就给您一一道来。首先啊，影响到加拿大整体移民政策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民意的转变。加拿大我们都知道啊，是一个民主国家，也就是说民选政府。而在所有的政府部门中呢，移民部是最容易受到民意左右的部门。这点就跟教育、税收、财政、交通、基建、国防等部门就完全不同了。那些都是基础的民生服务部门或者是国家命脉，虽然也会有政策上的调整，但是再怎么变，它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政策的一致性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但移民部门就完全不一样了，
它的政策制定呢，是随着经济变动、社会发展以及更重要的民意走向而要进行随时的大规模的调整。说白了呢，移民部门不是民生部门，它需要吸收移民、劳工以及留学生来促进加拿大的经济、就业以及文化啊。它的政治意味极强，所以呢，移民部最需要得到加拿大民众的一个支持，也是更容易得到受到民意的一个左右。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来了，现在加拿大社会上上下下对于移民是如何看待的呢？根据最新的一个加拿大研究协会还有一个大都会研究所联合进行的一个调查，目前呢，50%的加拿大人认为移民太多，也就是说，超过半数的加拿大人呢开始不欢迎移民。而在1年多前的2023年的1月份，这个数字只有21%。仅仅1年间不欢迎移民的加拿大人从2成增长到了5成。短时间内，加拿大的民意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变化？第一，也就是最重要的原因，目前的加拿大经济遇到了严重的问题，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点呢，我在之前的节目《大量移民迁出，加拿大真的不行了吗》那期当中曾经有一个详细的介绍。简单来说在经过联邦左翼自由党的9年执政，再加上3年的疫情洗礼，加拿大的经济呢已经呈现出衰退的迹象。我们下面来看3张比较有代表性的图表。第一张图，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上，2001年到2019年的9年间呢，整个世界的发达经济体呢都处于一个相对高速的一个增长势头。那么在美英德法意日以及其他的欧盟国家中呢，加拿大的 GDP 增速仅次于美国，平均每年有超过2%的增幅。而在2020到2022年间呢，加拿大的 GDP 增幅却快速回落至1%左右。虽然它还是要好于这个英法德日，但是对比美国、意大利以及其他的欧盟国家，增幅变缓的势头呢开始越发的明显了。那么从 GDP 上呢，其实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我们下面再来看一张图，人口的增长。在主流的发达经济体中加拿大的人口增长10几年来一直稳居第一，尤其是2020年之后呢，意大利、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人口呢，甚至开始出现下滑，而加拿大的人口增长呢，却不降反增，甚至超过了2011到2019年的增长。我们下面再来看第3张图，实际人均 GDP， 您就全明白了。图中的3个柱子呢，左边是加拿大，右边是美国，中间呢是其他的发达经济体。80年代，加拿大的人均 GDP 呢几乎与美国持平，还一定程度上领先于其他的发达经济体。而进入到2000年，加拿大的人均 GDP 则开始跟美国拉开差距了与其他的发达经济体基本持平。而进入到2022年，情况怎么样了呢？加拿大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差距甚至超过了1万美元，而开始落后于其他的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加拿大的人均 GDP 在最近40年增幅缓慢甚至与美国等主流的发达经济体开始拉开了很明显的差距。其表面原因是人口增长太快，稀释了分母。那么人均 GDP 的公式呢非常简单，就是 GDP 国内生产总值除以人口数量人口数量如果增长得太快，那么人均 GDP 的比重呢就开始下降。但是其中深层次的原因还不是人口这个分母，更重要的呢则是分子，也就是加拿大的经济增长乏力，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开始大幅落后于美国。当然了，这些宏观经济的数据和理论呢太过的枯燥，我们只需要掌握其一个大概的趋势就好。简单来说呢，加拿大人目前的生存状态不是很好，甚至是2战以后少有的一个艰难时期。在宏观经济上增长乏力，再加上疫情的一个巨大影响，最重要的是自由党执政的这个国家治理以及经济政策的走偏使得现在的加拿大民生开始出现一个巨大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房价攀升。
10年间，加拿大的平均房价从2014年的39.1万加元涨到了现在的72万加元，涨幅几乎达到1倍。而房租的价格呢，10年间的涨幅也接近1倍。目前在温哥华呀，一个一居室公寓的月租金已经达到了2677加元。除了住呢，关系到民生最重要的就是吃。过去5年呢，加拿大的食品价格同样有着惊人的涨幅。因为食品这个范围涵盖太广，什么米面、肉、蛋、奶、水果、蔬菜、零食啊，实在没办法有一个具体的统计。但是就我个人的一个感官而言呢，单就这3-4年，加拿大的食品价格涨幅至少要在30%至50%之间。而疫情所导致的劳动力短缺，也让加拿大本来就贵得出奇的人工费用更加的高涨。餐厅的标准小费已经涨到了18%到20%左右，那么各类的人工服务的价格呢，也是居高不下，什么维修啊、打车呀、娱乐呀、育儿等生活服务，没一样便宜的。而更加关键的是啊，20-30年间，居民的收入并没有大幅提升，也就是说，大家赚的钱基本没变，但生活成本却直线上升，那么加拿大人的生活质量可想而知。我们用一组数据啊，最能反映出加拿大目前的一个民生现状。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有200万加拿大人去过食物银行领救济，这个数字呢创下了历史新高，甚至比2019年增长了78.5%。一个社会啊，在蓬勃发展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会拥抱多元，鼓励移民啊，更容易接受社会进步和新鲜事物。但是在经济面临问题甚至出现衰退的时候呢，就开始更加倾向于保守，趋于封闭。这个道理很简单啊，日子越过越不好了，那么谁还有心思腾出更多的社会资源去接纳移民？那么眼前都顾不过来，谁还能去想出生率低、人口老龄化等长远的社会问题？更有甚者啊，一些人会把当前的经济衰退以及社会问题一股脑的归咎于移民啊，认为移民抢占了大家的饭碗，移民拉高了房价物价，移民抢占了大量的公共资源。这种观点当然是非常的武断和幼稚的。那么移民给加拿大社会是带来了无数的国家利益，要不是移民带来的财富和劳动力红利呢，加拿大的 GDP 出现倒退都很有可能。但是啊，从加拿大普通老百姓的视角上，移民大量的涌入呢，确实对眼前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我就给您举一个我自身的例子，我生活在加拿大这个大温地区的叫白石南素里的这么一个社区。这里呢，本来是一个远离闹市、风景优美的一个世外小镇啊。这也正是因为它的环境好、教育好、治安好啊，再加上房价相对比较便宜，使得白石南素里成为整个加拿大人口流入，也就是人口迁入速度最快的一个社区。你没有看错啊，没有之一，它就是第一啊。它的新增的人口每年至少是在8%到10%之间，而新增的人口绝大多数都是移民，当然了，这里面也包括我。那么现在的南素里它的情况怎么样呢？我跟您说啊，很多原来的独立屋现在都被推倒重建啊，兴建了大量的高密度的联排屋和公寓。原来呢轻松惬意的小镇呢，现在也开始堵车了。南素里呢有2个大型的游泳馆，现在从早到晚都是人满为患，一条甬道往往有5-6个人同时在排队游泳啊，一到周末呢更是跟下饺子一样。那么在白石海滩呢，夏天的时候想要停车是最难的，那么往往转10几分钟都有可能找不到一个停车位。这个社区已经没有一个家庭诊所接受新的病人，你要是新搬来的居民啊，想要找家庭医生，很可能要开车很久，在更加偏僻的地区才有可能找到家庭医生。而学校则是更加典型的了。南素里的有2所中学，一个叫 Semiahmo， 一个叫 Grandview Heights， 以及另外一所排名很高的小学叫做 Bay Ridge 啊。这3所学校现在已经全部都停止招收新学生了，哪怕你就是住在学校100米的这个学区之内的孩子，也是没办法入学的，因为学校已经超额满员了。超额到什么程度呢？根据素里市政府教育局的一个统计，
目前全市呢有9000多个学生在360个活动的铁皮房子里上课。你没有看错啊，这并不是在非洲，而是在老牌的这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加拿大。区区一个大温地区卫星城市南素里啊，就有将近1万个学生在活动房里上课。您要是上升到这个整个加拿大，我相信10几万学生总是有的吧。学校资源已经紧张到如此程度了，其他的民生资源更是可想而知。由此啊，您可以想象加拿大本地人的窘境，面对移民，尤其是大量的留学生、务工者以及难民的态度，也自然而然的是更加的保守跟排斥。最近啊 ，BC 省由于取消了硕博类移民通道，导致上千名在读的学生呢，他的移民计划受阻。那么这些留学生呢，也自发的在温哥华市中心组织游行，抗议移民政策的一个修改。那么本地人对此的态度是怎么看的呢？那么我在本地人聚焦的这个叫 Reddit 论坛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评价，我随便选取几个评论，这个做原文翻译哈。这就是政府移民政策不够严格的后果。如果留学生及其家人是来学习的，那么他们就应该关注学习。他们不是加拿大公民，如果他们把时间花在抗议上，那么就显然不是纯粹为了学术目的而来，应该把他们驱逐出境。我们引进的是抗议者，而不是学生。这些人什么都抗议，你让他们因为抄袭而不及格，他们就抗议；你告诉他们只需要技术移民，他们就抗议。有趣的是，所有的这些留学生都在申请来加拿大的时候声明，他们打算学成回国。现在要留在加拿大，不知就怎么成了他们的基本权利。你应该去加拿大移民社区看看，社区里到处都是这样的人，他们互相咨询如何欺诈这个国家。就在2天前，还有人发帖求助，他是一名在 Tim Hortons 工作的国际学生，问如何才能担保她的丈夫来到加拿大。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关闭这个社区。说实话呀，我看了这些评论，感觉也非常的不舒服。但这里呢，我们不去深究其深层次的原因，我们只知道一点就好：现在加拿大的民众对待留学生、对待临时居民，甚至对待移民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而这样的民意转变也直接导致了移民局对于移民、留学以及各类临时签证政策的一个调整。好，我们下面进入第2个移民难度加大的重要原因，也就是移民竞争的白热化。从总的移民配额上啊，其实加拿大并没有减少，反而是不断的增加啊。从自由党执政的2015年开始，加拿大的永久居民的获批人数是逐年大幅上升的，从2015年的27万涨到了2023年的47万，甚至在2024年呢，很有可能达到接近50万。那么总的移民配额没有变化，移民为什么一下子变得如此艰难？除了政策上的细微调整之外，这里面更加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想要移民的人数太多了，申请人一多，竞争的门槛自然而然就被抬得越来越高，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有意申请加拿大的人啊，又要分为2大类，一类是在海外的，一类是在加拿大境内的。我们先说海外申请人。近年来啊，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移民信息的获取门槛几乎变得没有了，人人都可以了解加拿大的各种各样的移民政策。那么有意移民加拿大的人自然是逐年增多。而近年来啊，随着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移民政策逐渐的收紧，欧洲的局势动荡，也让很多人将移民的目光转向加拿大。这其中啊，印度移民是最典型的。永久居民的获批人数呢，印度移民从15年的3.9万人涨到了2023年的13.9万。其实啊，我们对印度社会并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呢，就基础认知来说，印度并非在最近9年发生了什么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啊，经济也没有说大起大落。而且呢，无论是从文化、经济、气候上来对比，印度移民是更加青睐于美国、澳大利亚的。但是啊，这2个国家现在移民不了了，只有加拿大还稍微容易一些。当然啊，全世界想移民加拿大的移民人数呢，我们是没办法统计的，这里只是做一些基本的判断和猜测。
但是另外一个数字却是有据可查，也就是直接导致加拿大移民暴增的真正原因，那就是人在加拿大的临时居民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而这些临时居民绝大多数都是奔着移民来的。我以下要分享的几个数字啊，恐怕会惊掉人的下巴。第一，目前人在加拿大就读的留学生总数达到了104万人，而人口和经济几乎是加拿大10倍的美国，它的留学生总数才只有136万。那么光在2023年，加拿大就给印度一个国家新批了27.8万张学签和学习许可啊，而这个数字在2015年是3.1万，9年间涨了整整9倍。而印度一个国家的留学生总数现在就达到了42.7万，占加拿大全部留学生的40%还多。而这些呢，只是在读的留学生。临时居民呢，还包括比如说这个毕业工签的持有者、配偶工签的持有者，还有各种各样的劳务工签、陪读签以及难民的申请者。那么根据联邦移民部长米勒最近的一次发言呢，2024年加拿大的临时居民总数是有270万人，而2年前的2022年，这个数字只有140万。270万临时居民，这个数字已经让人足够震惊了，是吧？但以我的经验和判断，这个数字还不一定准确，真实的数字可能比这个还要高。我为什么说这个数字不可靠呢？首先是加拿大的移民数据啊，它有着很强的一个滞后性。大多数的移民和签证项目的统计数据呢，往往是要在3到9个月之后才能汇总上来。而临时居民项目啊和政策又是如此的纷繁复杂，它甚至比移民申请都要复杂很多。所以米勒部长的这个发言稿啊，大概率是由负责撰写的秘书把身边所有能够找到的数据大概相加而得，并没有一个严谨的统计价值。第二是，即使是移民部公布的数据，也是错误和漏洞百出。我呢常年跟踪移民部的这个政府公开数据啊，更是每年都要撰写加拿大移民数据的一个报告。那么我就经常发现，那么在移民部发布的历史数据上呢，经常是跟前一年的历史数据对不上啊。比如说移民部公布的2022年临时签证数据上，给乌克兰人发放的临时签证数量呢是30.7万张。而2023年公布的数据中呢，它在2022年的历史数据则是68.3万张，这个数据相差之大，真的是让人无语了。其中我相信最大的可能就是2023年给乌克兰人发放的签证太多，不得不把数据又摊薄到之前的年份。再说句题外话呀，2022年加拿大总共给乌克兰人发放了68.3万张临时签证。2023年则发放了51.6万张签证，那么这2年加在一起就是120万张签证。而根据移民部长米勒在同样一次这个发言当中的提到呢，目前加拿大只接收了30万名乌克兰人，这就让人非常的不理解了。我们都知道乌克兰现在正在经历战火，大量的妇女儿童老人纷纷离开家园啊，寻求庇护。加拿大在2年间发放了120万张签证，但却只来了30万人。那么当然了，这120万张签证并不代表每一个人都是要来到加拿大的，但是我相信呢，真实入境的人数是远远超过30万的。这里我并不是说加拿大在数据方面有意造假，而是根据我对加拿大移民局和海关的了解，很多数据都是不及时甚至不准确的。作为移民部和海关的直接领导者，移民部长米勒对移民的整体情况呢，也缺乏一个清晰的全面掌握。不光是我有所怀疑，加拿大的很多学术和统计机构也曾多次提出质疑。比如2024年的2月份，这个移民部长宣布对留学生采取这个限制措施的时候呢，他把之前留学生过多的这个放水问题全部都推给了私立大学和学院啊，说是这些私立的教育机构为了利益扰乱了留学市场。而仅仅在几天之后呢，加拿大的国家媒体 CBC 就公布了数据，全国招收留学生最多的10个教育机构，其中9个是公立学院啊，其中排名第1的公立学院1年就招收了3万多个留学生。
这个报道狠狠地打了移民部长的脸啊！社会各界一片哗然，真是让人笑掉大牙。政客就是政客，您千万别以为加拿大这样的民主国家就什么都是诚实的，睁着眼睛说瞎话、乱丢锅、数据造假，甚至误导民众的情况一点都不罕见。甚至在最近几年，加拿大移民体系发展的太过庞杂臃肿啊，放水情况又极为严重。加拿大联邦政府某种程度上已经丧失了对移民体系的一个全面掌控。回到上面我们提到的270万临时居民，我认为真实的数量有可能是达到300万到400万人之间。而这300-400万人，无论年龄、性别、肤色以及来源国，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要移民。而加拿大的移民体系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择优录取，名额就那么点儿啊，大家一起来竞争。从政府的角度啊，当然是乐见其成了。门槛越高，加拿大政府越高兴，这样他们就能想着各种办法来设置各种各样的苛刻条件，来满足加拿大的利益。但是从移民申请人的角度却是苦不堪言。2022、2023两年，大量临时居民的涌入，一下子抬高了移民的门槛。我们姑且认为米勒部长这个提出的数据是真的，也就是2024年初的临时居民是270万，但是2022年，也就是2年前，才只有140万，仅仅2年多的时间就增加了100多万人。那么这么多的临时居民涌入加拿大，那么终于在2024年的现在，移民的难度开始直线的上升。回顾我们之前提到的民意改变啊，以及加拿大境内临时居民人数暴增这2个原因，它还只不过是目前现状的一个诱因。我们马上要说到的第3个原因，也就是现在的移民难度难比登天的直接的导火索，就是移民局的 C19法案。您要问什么是 C19法案？简单来说，就是赋予了移民局，也就是政府更大的权利，可以绕过议会以及其他的监督机构，由移民局自行决定邀请移民的一个标准啊，比如职业、语言、来源国等，都可以由这个移民部自行来决定。这个法案呢，是在2022年得到通过的，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关注，大家都没有觉得对加拿大的移民体系会带来一个什么质的改变。但是2年之后的2024年，一系列的后果开始清晰地展现。我们来看加拿大最重要的联邦技术类移民啊，这也是加拿大每年移民人数最多的旗舰项目啊。它的选拔原理就是拥有一套复杂的1200分的打分系统，每个符合基本要求的申请人都可以入池，然后移民局定期从中呢挑选分数最高的申请人，也就是分高者得。在2022年之前啊，其分数线一直是在480分到500分之间徘徊。那么虽然他的分数不低啊，但是一个语言和工作能力都比较优秀的留学生，完全是可以达到这个分数线的。而海外优秀的技术人才，只要学历高、语言好、年纪轻，也是有可能直接完成技术移民的申请。简单来说呀，虽然不容易，但是始终有希望。因为标准是固定的，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人都是在同一个赛道竞争。但是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EE的分数线已经高涨到了520分到540分。这其中呢，除了申请人变多，这个分数水涨船高的因素之外呢，更加重要的是，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加拿大联邦移民部又设置了很多小的移民种类，对一些特定的申请者进行单独的邀请。而EE中的总的配额没有增加，那么邀请总数还是那点名额，但是其中一大半是给了这些特殊职业和法语申请者，那么剩下的呢，给到大池子的名额自然是直线下降的。我们还是可以用分数来理解啊。如果把移民成功率看作一个分数，那么它的分母就是所有的申请人。我们之前提到了，分母在快速的增加，而移民的配额则是分子，那么它在不断的减少。您说移民能不难吗？我们还是拿数据说话。从2023年7月EE系统开始实行单项邀请以来，那么截止到2024年的3月26日，总共发放了77413个邀请。
其中呢，法语的邀请人数就达到了19700人，医护类的职业是8600人，理工科技类的职业是6400人，交通运输类职业2645人，技工类职业2500人，农业职业1150人，省提名单独邀请1548人，而不限职业的普通邀请，那么则是34870人。换句话说呀，在这7万多个邀请当中，只有3万个是不限职业的，而剩下的4万多个名额全部都是各类的紧缺职业和法语申请者。加拿大的移民体系是分联邦和省2个层级啊，联邦和各省都有权利选拔符合自己标准的移民，而联邦已经大举实施这类的所谓的定向选拔制，各省则更是在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远。BC 省将大量的名额给了紧缺的幼教，安省呢则更倾向于建筑工人和各类技工，阿尔伯塔省呢则更侧重于酒店、餐饮服务业，而曼尼托巴省呢则更喜欢在本省有亲属的这样的申请人。现在的加拿大移民已经不属于那些学历高、英语好、职业精、年纪轻的申请人了，属于谁呢？不好说，因为政策随时在变。今天 BC 省缺幼教，那么之前那些有幼教经验的人就成了幸运儿，而明天安省缺建筑工人，那么之前在建筑领域有经验的那些人就撞了大运。但是这些政策都不持久，紧缺职业随时在变。这不刚刚 BC 省的幼教的分数线就涨到了80分啊，已经排除了90%的申请人。这个信号很明显，就是 BC 省对幼教不再感兴趣了。您说这像什么呢？是不是有点跟渣男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呢是打心眼里不赞同这类的定向邀请机制的，理由有2个。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加拿大丧失了移民的公平性原则，定向邀请那些特定的群体，那么他的邀请分数极低，比如意义中的这个交通、农业、医护类的这样的申请人，他的分数线一般都在420到430分之间，比普通类的邀请整整低了100分。也就是说啊，一个碰巧有过交通运输行业经验的人，那么他的英语稍微好点，有本科学历也能获邀。而法语申请人则更占便宜了，他的最低分数只有330多分。哪怕一个来自非洲的这样的法国殖民地的国家，那么只要上过大学，谁都能够轻易达到300多分。您说这样公平吗？一个在加拿大接受了6年大学教育的硕士生为加拿大的全社会贡献了数十万加元的 GDP， 毕业后又辛苦工作3年，大量的纳税，他的英语成绩达到满分，这样的条件都没有机会留下。而一个从未来过加拿大的幸运儿，却可以用较低的条件和代价轻而易举的移民，这其中谁对加拿大的贡献大，谁对这个社会的归属感强，不言自明。最关键的是，那些所谓的幸运儿又是随机产生的，没准这个金蛋会砸到哪个行业、哪种条件，而唯一的决定因素就在于移民局的一纸政策。这就要说到我不认可这种定向邀请机制的第2个理由了。移民局让移民政策成了讨好某个群体，进而争取选票的政治工具。我们还是说到法语移民，陈丹青先生曾经说过，语言呢自古至今都被赋予强烈的政治属性，那么在加拿大更是如此。强调法语向法裔族裔倾斜，是近年来加拿大最大的政治正确。那么魁省的特权呢，在这里我并不想多说咱们就单说说移民政策。魁省的移民体系是独立于联邦与各个省份的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加拿大是双语国家，联邦和任何一个省份都接受双语移民的申请也就是说，您无论是用英语成绩或者法语成绩，都可以作为一个第一语言。加拿大的前总理，也就是说确立多元文化的这个老特鲁多，他曾经说过，在加拿大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够凌驾于另外一种语言之上，更是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够凌驾于另外一种文化之上，这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呢，偏偏在魁省，法语是可以凌驾于一切语言之上的。如果不会法语，只懂英语，对不起，您就申请不了任何魁省的移民项目。
而魁省的移民又是加拿大所有省份当中人数最多、自主权力最大的，联邦根本无权干涉。这里啊，我并不是要吐槽魁省，毕竟有太多复杂的这个历史和文化遗留问题。那么魁省呢，接收这个法裔移民，这个我们也没有太多的问题啊，这是你魁省的事情。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联邦的移民政策为什么要在大选前一年突然向法语申请者进行大力的倾斜？答案显而易见，还是联邦政府又在朝着政治正确的路上继续努力前行，希望用好手里这张移民的牌啊，打造自己支持法裔的形象，从而获得更多的法裔选票。而这些低分的法语申请者，他们来了以后，究竟能否继续留在法裔社区？他们能为加拿大的社会做多大的贡献？没有人在意。那么，只要能讨好一部分人，能够获得选票，这就是移民局的最终的目标。而其他的一些特定职业，从原理上讲呢，我相信政策是没错的啊。加拿大缺医护人员，那么我们就从这个所有移民里选拔做过医护行业的人。加拿大缺运输和建筑类的工人，那么就招有运输和建筑行业这个工作经验的从业人员啊，这些都是很直白的道理。缺什么人，咱们就招什么人。但问题是什么呢？招来的人在来了之后，就一定能够胜任这个行业的工作吗？甚至他们能够找到相关的工作吗？答案是不一定的。比如在过去几个月当中呢，医役系统就邀请了8000多个医护职业的申请人，但是这些人在来到加拿大之后呢，根本没办法马上上岗啊！你要没在加拿大经过医生或者护士的培训，又怎么能获得这边的职业资格认证？又怎么样能够走上医护的岗位呢？而获得一个医疗相关的职业认证，又要投入多大的代价？别说医生了，我就给您举一个教师的例子。这是我前几天啊在 Facebook 上看到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分享，我翻译给大家。这位女士说道：你们中有些人指责移民，但要知道移民有技能并且愿意工作，但是繁文缛节和费用阻止了我们。我给你们讲讲我的故事。我在这里定居，并且开始在学校教书，申请并花费巨资提交了所有的文件，因为我过去的教育和职业生涯涉及到3个国家。我安排了所有的推荐信，交了一大笔申请费，并且花了6个多月的时间。要知道，我有2个硕士学位，都是美国的教育硕士和环境设计硕士，还有32年在1级学校的教学经验。我还有教师资格证，但 BC 政府不接受，因为那些资质都来自于美国。在经过重重关卡后，我又被要求参加雅思考试。我给他们看了之前考过的考试成绩，因为我在来这里之前就已经考过了，而且我的分数远远超过了要求。但是他们说我必须要重考一次。什么？我在6个月之内就忘掉了所有英语？这一点上，我不愿意再花400加元，而且还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因为我在正规大学获得的学位和在正规学校任教的经历，以及我指导美国、加拿大等以英语为母语的教师的经历被完全忽略了。我的丰富的经验在他们眼里毫无意义，因此我最终放弃了，决定做义务家教，后来又开始做私人家教。现在我也再不会回到学校教书了，因为说实话，我对家教还挺满意的。所以我想说的是，如果加拿大没有这些疯狂的规定，那些医生、工程师、科学家移民现在就不会去开 Uber 了，而你们也会有足够的医生、教师、护士在社区服务。您看到了吗？一个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双硕士、30多年教育经验的资深教师，在加拿大居然当不了老师，因为他的美国资质在加拿大不受认可。这样一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最终没办法，只能是去当家教。而那些医生、护士、工程师、科学家去开 Uber 还奇怪吗？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呀，关注加拿大移民的朋友都应该知道，最近1年多的时间当中呢 ，BC 省的幼教职业特别的紧缺。2023年至今，已经邀请了2296个幼教行业的申请人进行移民。但是身处 BC 的朋友也应该心里明白，
大家都是奔着移民去正当幼教，而在拿下移民身份之后，又有几个人能一直坚持当幼教的？为什么呢？并不是申请人的品行问题，而是做幼教根本养不活自己。BC 的幼教为什么紧缺呢？就是因为 BC 的生活成本太高，而幼教的工资水平又太低，根本招不到本地人。你要是给幼儿教师们就像加拿大公务员一样的待遇，你看还紧不紧缺？没办法，只能就用移民来填补这样的缺口。而幼教行业的待遇得不到改善，这些移民也很难坚持。说白了，加拿大的移民问题不仅仅出在移民部，而是出在整个社会治理问题。那么移民现在已经成了加拿大政府缓解社会压力、解决用工不足的一剂良药。但是这剂良药呢，只能是做表面工作，也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表面问题。比如说幼师紧缺，那么就招幼师；那么教育经费不足，那么就招留学生；底层工作没人干，就多招点难民。但是移民能够真正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价值，甚至你一股脑的把大量人都忽悠来了以后产生什么样的社会问题，移民局根本就不关心。我跟您说一届移民局长最多连任2年，而即使是联邦的执政党，哪怕是他连任，最多干个10年也基本到头了。所以没有人关心移民给这个社会带来的长远价值，更没有人关心移民的生存状态。在移民局眼中呢，这些新移民就是一粒棋子，就是那些能够凸显其业绩的任人摆布的一个工具。尤其是在以留学生为代表的临时居民，更是像草芥一般被加拿大政府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而这其中罪魁祸首就是那个 C19法案，它赋予了移民局几乎无限的权利。移民政策说改就改，今天高兴了招点技工，明天为了讨好法裔社区就再招点会说法语的移民，甚至连学签、毕业工签、配偶工签这样在加拿大的移民与难民法上有着明确规定，并且已经实施了几十年的政策，都可以说变就变。那么现在加拿大的移民就是政策凌驾于法律之上。曾几何时加拿大的移民体系是全世界的榜样，移民又为这个社会带来了多么大的好处。但是怎么样呢？现在的加拿大移民已经沦为了政客们手里的政治工具，更是他们利益交换的砝码。在这样的移民政策以及国家治理下，加拿大人现在是民生凋敝，问题重重。而那些几百万的临时居民在这里苦苦挣扎，就是为了那张希望渺茫的枫叶卡。请原谅我这期的观点有些过激情绪也有些激动。您要说我对这个国家没有信心吗？并不是的。我知道这里绝大多数的人民都是善良的、包容的，这里的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个国家的潜力是巨大的。但是作为一个移民的从业者，又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加拿大移民体系目前出现的问题。我更能够体会那些正在移民路上的家庭，因为加拿大这些左右摇摆、政治利益至上的移民政策而付出了多少的艰辛。而对于加拿大的移民体系，我真心希望能够迎来一个彻底的转变，能够有人认清移民对于加拿大的真正意义，从而设计出一套公平公正、能够选拔出真正优秀人才的一个移民标准。更有人能够对这个社会做出改变，剔除那些繁文缛节、政治正确的规定，少做那些只是帮新移民学习英文的官样文章，真正的能够让移民们发挥他们的价值，融入这个社会，让他们的技能为加拿大所用，让他们在加拿大这个社会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价值。我相信那一天不会太远。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大卫探秘加拿大，我们下期再见。